Hello，歡迎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。今集同大家分享嘅模型就係我首次接觸嘅 V100系列啊。2015年推出嘅 GP04。呢一盒模型咧喺市面上面十分少見嘅。咁首先我要多謝我嘅朋友啦，歐先生免費借出呢一個 GP04俾我製作一集。咁由於未來嘅日子，好多嘅朋友同埋親戚都會借出自己嘅珍藏，咁好讓我去咧製作一啲集數嘅。為咗答謝佢哋，咁我決定咧建立一個播放清單，咁好讓大家同埋借俾我嘅朋友咧日後方面去重溫嘅。咁我就嘔心瀝血咧諗好咗3個標題嘅，咁大家不妨睇完影片留言講俾我聽，究竟邊個名比較好啦？第一個名就叫做買咗返嚟唔砌系列，而第二個名可能好多師兄經常都聽到噶啦。老婆鬧我做咩買咁多無謂嘢返嚟系列啊！咁最後一個名呢，就係陪你青山積系列。咁呢3個名呢，歡迎大家踴躍投票，我會喺 YT 社群再問一問大家嘅。好簡單開箱俾大家睇睇，呢個就係 V100 GP04 嘅封面彩背啦。我聽聞今年3至4月呢，好似係會再版嘅。有興趣嘅朋友不妨計劃一下點樣利用你嘅利是錢啦。呢個盒上面嘅價錢牌，2015年推出嗰陣，我朋友就以225蚊咧就買入嘅。今次再版，大家參考一下呢一個價錢啦。V100 GP04 總共有10件板件，大部分嘅外夾件都有做隱藏式水口，咁包括而家見到我手揸住嘅白色件啦。老朋友 PC 件一塊。V100 系列就冇好似 MG 高達模型咁樣會有身體嘅骨架件噶啦，咁最多都係得呢啲關節件嘅啫。大家可以當佢係一個大型嘅1:100 HG 啦。我自己就冇色盲嘅，咁我咁樣睇落呢，就覺得係橙色嚟嘅呢啲件，但係說明書就表示呢啲係黃色。咁樣對比會唔會清楚啲啊？我決定選擇改做金色啦。Bandai 提供嘅貼紙就係呢2張啦，咁我會選擇全都用嘅。呢一個 V100 GP04 我大約用咗10個鐘嘅時間嚟完成，咁建議大家真係要審線啦，唔係嘅話出嚟嘅效果係會好掃嘅。咁都講一講佢成個模型嘅分件數量啦。頭部11件分件，身體23件，腰部19件，雙手有60件分件，雙腳62件，背包28件，盾牌7件，所有武器連特效件23件，咁全部分件數量總數為233件。印象中呢，相比起1:144高達模型，大約多100件分件啦。先介紹一下砌好後嘅武器背件，專用手型，再加上長距離狙擊槍。呢支講明係專用光速步槍啊，但係佢咧只可以裝右手，因為佢嘅設計咧只係俾右手揸嘅啫。呢件特效件可以插喺長距離狙擊槍，2把光速劍，最後就係專用盾牌。我會砌2把槍同埋盾牌俾大家睇睇。專用光速步槍分件十分簡單，只係得3件嘅啫。而長距離狙擊槍就有13件分件。我上網揾過呢一支槍呢，係由 GP01FB 所使用嘅光速槍改良過嚟嘅。咁好少見高達呢係會有狙擊槍嘅。由於唔係 MG 啦，所以2支槍採用左右夾，中間會留有一條縫。各位師兄可以用嚟練習一下無縫啦。至於盾牌就真係好有 GP01FB 嘅感覺。簡簡單單7件分件就搞掂啦。以下唔知道係咪我嘅問題嚇，手掌係唔可以俾盾牌嘅手柄咧套入去嘅。咁我試過好多方法都唔得。呢一個手背嘅窿係俾盾牌嘅呢一個裝位咧套實佢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咧就比較鬆啦。手部只可以舉起90度，冇錯，就好似咁樣。
膊頭甲完全冇可動嘅，成隻手可以做到大旋轉。唯一嘅優點就係同身體有一個特別嘅關節咧作一個連接，咁令到佢可以擺得到呢一個 pose 嘅。咁啊，俾大家睇一睇近鏡會清楚啲。手部嘅分件俾我嘅感覺就好似影片開頭所講嘅一樣，好似一個大型嘅1:100 HG 啊。至於頭先嘅可動示範，大家都見到手部嘅活動能力真係唔太多。咁我曾經懷疑自己咧係砌錯咗，咁啊試過拆開再檢查清楚一次嘅，咁但係又發現唔到有問題喎。咁我都簡單介紹一下 V100 系列係乜嘢啦。呢一個 Bandai 嘅生產線主要係推出宇宙世紀一啲可以話係半紅不黑嘅機體。咁例如龍飛啦、赫曼、阿寶喺意識高達時代駕駛嘅迪捷等等啦。咁以 HG 嘅技術，但係有接近 MG 嘅品質，以比例1:100嚟推出模型。嗱，不過近年 Bandai 咧又好似將生產線停咗落嚟，咁唔通又放棄呢一個系列？咁啊，希望唔會啦。呢個背包都有一個缺點，咁我拆開呢一件零件咧，俾大家睇睇。咁就係呢一個位咧，只係用一個好細嘅裝位咧插入去呢一度。咁我拍攝嗰陣咧係經常性跌件嘅。另外啦，呢一件灰飾件大家都見到開始白化，咁可能個推進器太重嘅關係啦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呢一個位置。背包可以話係 GP04 嘅重要標誌，保飾最多嘅地方就係推進器。咁我就將呢一啲位置咧，先用 AV 油手油上黑色，之後再上銀色嘅。呢個位置左右夾之前，最好上咗黑色先。GP04 嘅背包設計其實都好特別嘅，但係可惜咧就係冇做到獨立嘅可動，所以有陣時擺 pose 咧係會有啲干擾嘅。咁另外太重亦都係一個問題。咁我真係唔保證放上架擺 pose。剛才講嗰幾件零件會唔會日後因為推進器太重而碎裂呢？嗱，咁我希望一早砌好咗呢一個模型嘅朋友，喂，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部 GP04 而家嘅狀況係點樣啊？頭部可以做得到未起動嘅低頭，抬頭都 OK 嘅，轉動角度都冇問題。咁啊，拆開身體俾大家睇啦。我覺得身體嘅原裝同腰部嘅 PC 件連接感覺上係好淺嘅，唔夠穩陣啊。至於前裙甲、側裙甲同埋後裙甲都可以打開嘅。咁一次過俾大家睇睇頭部、身體同埋腰部嘅組裝過程啦。嗱，喺呢段時間呢，我都想講解一下 GP04 嘅背景啊。咁我相信出生於90年代中之後嘅朋友，對於 GP 系列嘅高達係比較陌生嘅。GP04 嘅機體資料係出自於0083星層回憶錄。嗱，點解我會話係機體資料呢？其實 GP04 係冇正式以呢一個高達嘅樣呢喺動畫出現過嘅，可以話係一部幻之機體。喂，咁可能立刻有人問啦，喂，佢唔係高達咩？咁其實 GP04 係有出場於星層回憶錄裏面嘅。但係咧就唔係以呢一個高達姿態出場，而係以呢一個 AGX-04 紅色角馬出場。裡面係高達，但外表咧就變成咗自護軍嘅單眼機。原因就係 GP04 嘅設計概念同 GP01 非常相似，所以聯邦軍就決定終止開發啦。但係變相就令到 AE 社嘅開發人員非常不滿啊！咁因為佢哋覺得 GP04 嘅性能非常優秀。咁因此咧，就將佢送咗俾西馬艦隊。咁但係又唔可以用高達嘅姿態出現，咁啊只好將 GP04 以紅色嘅裝甲作為紅色角馬偽裝出場啦。但係佢嘅結局就係俾兄弟機 GP03D 嘅 Mega 光速炮近距離擊毀啊！ GP04 可以話係眾多高達之中最悲慘嘅高達機體之一，成隻腳都可以作一個360度嘅旋轉，腳部向前或者向後提起係冇問題嘅。另外腳部嘅屈曲大約係咁多，至於腳掌都有一定嘅提起角度。
腳部嘅分件總共有31件。咁大家頭先睇到腳部嘅可動，其實同普通嘅 MG 版本相距唔大嘅。咁唯一唔同就係冇腳部嘅骨架。咁由於成個模型大部分分件都有做隱藏式水口，所以需要打磨嘅時間同地方都唔多。嗱，不過開頭都有講啦，大家最好滲一滲墨線，好讓成個模型嘅細節可以突顯出嚟。腳部嘅黑線就比較深，唔使加深嘅。但係手部有好多地方就需要用黑線刀去幫手啦，特別係膊頭甲。嗱，呢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。最重要一樣嘢，雖然 Bandai 係有提供保色貼紙，但係需要手油去補顏色嘅地方亦都有好多嘅。一陣間我同大家再講一講。腳部嘅組裝就係咁嘅樣噶啦。影片開頭展示過嘅橙色零件，我又用金燈 Marker EX 黃金色去手油改色嘅。咁包括呢兩個出風位，呢一個位都需要手油補色嘅。嗱，封面就表示係紅色啦，咁但係我覺得金色就比較靚嘅。頭部呢啲出風位嘅黑色，我就選擇用滲線液去補色就算啦。腳部嘅呢幾個位都要補色嘅，大家都應該睇得到。腳後面嘅灰色件，大家可以選擇補唔補色。咁我自己就覺得金色會好啲咯。因為土地問題，有啲師兄砌完個模型呢，就會將佢放翻去個盒裏面收藏啦。呢個 GP04 應該就做唔到啦。你係要將成個背包拆件先至可以進行收納嘅。嗱，咁樣睇會比較清楚。所以大家砌完後呢，要諗一諗，究竟係放出嚟啊，定係收入盒裏面啦？講咗咁多缺點，其實 GP04 都係有好多優點嘅。外形方面真係好接近原設定，分件大部分都有製作隱藏式水口。對於懶得去處理水口嘅朋友，絕對會係佳音，唔難砌嘅。咁亦都好適合各位朋友對於 V100 系列嘅一次初體驗啊！嗱，不過我覺得分件同埋可動始終都係比 MG 差一啲。咁希望未來嘅日子，如果 Bandai 真係會推出 GB 系列高達 2.0 嘅呢一個 GP04，亦都會係其中之一啦。如果中意我呢一段影片嘅，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嘅感受。最緊要係幫忙 share 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。最後都係要再一次多謝歐先生嘅幫忙啊！咁啊送俾我一次 V100 系列嘅模型初體驗啊！再提一提大家，記得咧要去管頻道嘅 YouTube 社群嗰度投一投票啦。究竟邊一個播放清單名係最好呢？好，下集再見。